前景看好阿根廷，移民投资护照期。这次分享的内容很特别，是关于一位美国投资人对阿根廷投资或移民的独到见解。听起来很有料哎，究竟是哪位投资大神这么厉害呢？说到这位 Doug Casey 是一位作家，也是投资者，他的著作 Crisis Investing 可是红极一时。他最厉害的是用逆向思维来看待事情，不管是投资经济或是政策解读，都能从不一样的角度切入哦。这个逆向思维听起来很酷啊。他还有句名言超经典啊，在这个时代，你必须成为一名投机者，因为光靠努力工作、存钱，然后在人生中有所成就，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真的是一针见血，这位 Casey 来头不小耶。那这次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阿根廷，说不定还可以偷学几招，看看有没有机会发大财呢？先别急着发财梦了，这支影片是纯粹的分享，可不是什么投资移民建议哦。我们把 Casey 最近热门的访谈精华都抓出来，翻译成中文，整理他对阿根廷投资移民的主要观点，然后跟大家分享。这样啊，那用问答互动的方式来呈现，不是更棒吗？而且感觉更像在看原本的访谈影片呢。好提议哦。好啦，大家好，我是 J， 我是 KK。原汁原味的英文访谈有好几个小时，有兴趣的话可以按下面的连接观看哦。那么你来当主持提问，我负责讲述 Casey 的观点吧。OK， 保持开放的心态，来听听对阿根廷不同的看法吧。不如先来聊聊阿根廷的经济状况。从新闻上看到，阿根廷好像每天都在上演经济危机，感觉就是个超级烂摊子。那现在的经济环境究竟是怎样呢？是不是真的像媒体说的那么惨呢？你问到重点了。Casey 认为，阿根廷的经济状况不是一句惨就能形容，根本是冰火五重天嘛。一方面，阿根廷以前可是风光一时，是世界级的发达国家，但因为之前的政府政策失误，搞到经济一塌糊涂。在另一方面，现在新总统米雷上台后，搞了很多改革，希望力挽狂澜，意图把阿根廷从谷底拉起来，真的像看电影一样。听起来就像在坐过山车那样啊。首先，阿根廷的恶性通膨真的非常恐怖，有一段时间，peso贬值速度可以达到每月20%，非常夸张。另外，政府的财政赤字也很严重，常常用印钞票来填补亏空，这更加导致通膨失控。这也是说，大家都在怕钱会变薄，就是购买力下降了，于是拼命把钱花掉，反而更加剧了通膨，结果就是恶性循环了。那么现在米雷上台之后，他的改革真的有效吗？ Casey 认为米雷的改革是蛮积极了，他好像想把整个阿根廷重新洗牌一样。他的主要做法有好几个，包括削减政府开支，透过大力裁减政府员工，甚至取消很多政府部门。他还把那些被裁的人称为寄生虫，哈哈，蛮讽刺的啦，难怪会有人抗议啊。现在阿根廷政府居然做到财政盈余，不需要再印钞票，还放松了经济管制，给市场更大的自由度，而且通货膨胀也开始下降了，比所贬值的速度也慢了很多。挺厉害的耶，那是不是可以去阿根廷投资或移民呢？虽然米雷的改革措施初步见效，但是阿根廷的经济依然存在很多风险，例如政府裁员也会导致阿根廷失业率上升，还有阿根廷的政治局势向来有不稳定的传统，随时会有变数哦。万一全球经济都不好的时候，阿根廷可能就会受到更大的冲击了。这么讲，风险重重嘛，为什么还要去阿根廷投资呢？Casey 说这个问题其实好难回答，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嘛。如果你是投资者，是要考虑阿根廷经济改革的潜力。阿根廷股市自从米雷上任后就上涨了150%，但同时要承担政治经济不稳定的风险哦。如果你是想移民，就要考虑阿根廷的生活成本、文化适应性，还有移民政策。他还认为，阿根廷的护照将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将来可能与日本或新加坡护照一样啊。
确实是挺复杂的问题，无论投资或移民都要做好事前功课才行哦。目前阿根廷的经济处于转型期，充满机会的同时也充满了挑战，但它在年轻人中很受欢迎，支持率持续上升，甚至在南美洲都很受欢迎啦，比萨瓦多的总统更受欢迎。那么对阿根廷新总统米内有什么看法呢？上任1年后，阿根廷的投资和移民前景会有什么变化呢？ Casey 认为米内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政治人物，因为他是一个公开承认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这不就跟 Casey 的理念相近吗？那么米内的具体政策主张有哪些呢？米内认为中央银行是导致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所以想直接废除它，还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教育，应该让市场来决定，这点可能有些超前了。还有认为工会会阻碍经济发展，听起来相当激进嘛。那 Casey 对米内的评价如何呢？评价非常高啊。Casey 认为自己许多观点与米内一致，尤其在经济自由方面，而且米内也有阅读他的书哦，并因此开始认同自己也是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米内的崛起是世界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一开始时还以为 Casey 是米内的粉丝，现在看来米内根本是 Casey 的粉丝吧。Casey 对阿根廷的未来感到非常乐观，他认为自由市场政策将会带领阿根廷走向繁荣，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自由、最繁荣、最令人愉快的国家之一哦。他喜欢去一些在当地显得与众不同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可以利用他自己的优势找到套利机会。如果你是个外国人，在阿根廷你并不是很重要，你不是当地人，所以他们会放你一马哦。这番话意味深长嘛，回去好好想想。有人很担心阿根廷的政治不稳定会带来社会动荡 ，Casey 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这些担忧是很正常了，毕竟阿根廷的确有过动荡时期，但这次情况有所不同。首先，这次的转变是透过选举产生，与过去军事政变有本质区别。其次，新总统米内对自由市场的理念非常坚定，这意味着他会大幅减少政府干预，这有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但这会造成更多社会问题吗？例如失业率上升或福利减少之类啊。任何变革都会带来阵痛期，但从长远来说，一个更加自由繁荣的经济体反而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以及更好的社会保障。哦，先苦后甜嘛。现在问题主要是政府过度干预导致了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贪污腐败。米内的目标是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而不是用更多的干预来掩盖它们。好像挺有道理的。那么米内的改革会成功吗？阿根廷过去那些温和的改革派只是旧瓶装新酒，在旧体制上修修补补，根本无法解决问题。而米内的出现代表一种彻底转变。米内之所以获得年轻人的支持，正是因为他们厌倦了旧有体制，渴望真正的改变。看来阿根廷未来可能会出现社会动荡咯。 Casey 认为这次的动荡会比较有限，因为米内拥有广泛的民意支持，这些会是改革的坚实力量。而且阿根廷的军队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拥有强大的力量。那么我们可以如何继续观察阿根廷的局势呢？ Casey 鼓励大家亲自前往阿根廷看看，亲身经历都是最可靠的资讯来源，而不是只听信片面支持，不要只看新闻标题那样哦。而他从2007年起就在 Buenos Aires 买了公寓，会经常往返阿根廷进行各种活动。另外，他也在阿根廷隔壁的乌拉圭生活，经常往返两地，所以对这边的局势很了解。许多人对拉丁美洲的治安有负面印象，认为毒枭猖獗，犯罪率高。Casey 觉得阿根廷的治安状况如何呢？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解，正如刻板印象。Casey 说，拉丁美洲确实有些地方治安不好，但不能以偏概全。而阿根廷的治安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好。当然，他并非说阿根廷完全没有犯罪问题，但整体来说，并没有感到不安全。可以谈谈具体的观察
吗？之前有提过 Casey 在 Buenos Aires 有公寓，有发生过被偷东西之类的事情吗？ Casey 很坦白地说，他并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犯罪事件，像所有大城市一样，偶尔可能会有扒手或小偷，但现在的情况比2001年时期要好得多了。当时整个阿根廷都处于经济崩溃的混乱之中。那么2001年的时候有多糟糕呢？那时候社会秩序比较混乱，街头抗议、抢劫事件频发，经济危机爆发，导致披索大幅贬值。Casey 提到，当时的阿根廷简直是被中子弹轰炸过一样，许多商店关门，街上几乎看不到车辆。当时的 Buenos Aires 就像一座鬼城，完全是一片萧条景象。那时候拿外汇也很难，甚至披索都很短缺，各省份还自己发行货币来应对，但这导致货币系统更加混乱了。更夸张的是，阿根廷政府还将民众的美元存款强制转换成披索，而且还冻结了存款，导致许多中产民众血本无归。这件事也让人民对政府非常不信任，也成为他们对银行系统信心较低的原因之一。那相比之下，现在有什么改善呢？现在阿根廷的街头车水马龙，与2001年的鬼城景象形成鲜明对比了。而且现在大多数阿根廷人都使用信用卡进行电子支付，这与2001年货币短缺的情况大相径庭。为什么还有许多人对阿根廷甚至是拉丁美洲的治安有负面印象呢？ Casey 认为这主要是归功于媒体报道了，媒体都喜欢报道负面消息，而忽略很多正面讯息。许多人对拉丁美洲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过去，没有注意到近年来的变化。事实上，许多国家都有显著进步，治安也有明显的改善。听起来这位 Casey 先生对阿根廷的印象还真不错啊，会不会让人觉得有点大外宣的感觉呢？要判断是不是大外宣，当然要看有没有收钱办事的证据了。不过 Casey 本人是一位自由意志主义者，也是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他的核心理念是反对政府干预，强调市场经济，要他一味唱好，似乎不太符合他的个性。但他对米勒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回到主题，那他觉得阿根廷是个适合居住的地方吗？阿根廷是个非常值得考虑的地方。首先，阿根廷的文化与西方社会相当接近，对他来说比较容易适应。第二，阿根廷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尤其是房地产。他在 Buenos Aires 的公寓价格远低于其他大城市的同等房产。第三，阿根廷自然景观非常优美，有高山、湖泊、草原等。只要你对风险有一定的承受能力，阿根廷绝对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地方，像是一次过满足所有愿望的感觉啊！所以阿根廷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危险。没错 ，Casey 认为阿根廷被过度妖魔化了。只要小心谨慎，遵守当地的法律和风俗，就可以在阿根廷安全的生活。而且他认为现在是前往阿根廷的好时机，因为米勒上任带来了改变。讲到生活方面 ，Casey 觉得阿根廷的文化氛围又如何呢？非常丰富且充满活力啊！阿根廷的建筑风格与欧洲很相似，让人有熟悉的感觉。探戈是阿根廷的代表，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那种独特的魅力。另外，阿根廷人对生活充满热情，他们喜欢与人相聚聊天，这是一种很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哦。有在阿根廷参与当地活动或者体验生活吗？他说喜欢在阿根廷旅行，体验不同的城市和乡村。例如，他在 San Martín de los Andes 附近买了一块地，那里的风景非常美丽，就像瑞士巴伐利亚的小镇一样。在那里可以享受城市生活，同时也能感受到当地浓厚的文化氛围。他还经常去打网球，也喜欢在海滩度假。那如果在阿根廷生活或发展事业，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最大的挑战仍然是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也让许多投资者裹足不前。阿根廷需要一个更稳定的环境，才能吸引更多投资和人才。他希望米勒可以为阿根廷带来一些改变，
还有什么其他的挑战呢？阿根廷的官僚体系非常繁琐，无论是办理居留或是开设公司，都需要经过许多繁琐的程序，这对外国人来说会是很大的障碍。政府的效率问题也会影响外国人吗？官僚主义是阿根廷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不只是影响外国人啊，也会影响所有在阿根廷生活工作的人，这是阿根廷的痛点哦。对于阿根廷未来几年的发展 ，Casey 有什么预测呢？如果米雷能落实他的政策，阿根廷经济可能会出现大翻盘，可能会经历一个 V 型反弹。这需要时间和努力，也需要人民的配合。年轻人可能会更加支持自由市场，并且对传统的政治观念提出质疑。由于米雷的独特风格，阿根廷的政治生态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那么他认为米雷会连任吗？很可能会连任。如果米雷能够成功的改善阿根廷的经济，他会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国际局势也可能对阿根廷产生影响。如果爆发核战，阿根廷可能会因为地理位置较为安全，而欧洲将不会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啊。如果有人考虑移民阿根廷 ，Casey 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首先会建议他们亲自去看看，体验一下阿根廷当地生活，不要只听信媒体或网络上的资讯。每个人的感受不同，最好自己去了解。要学习西班牙语，这可以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结交朋友并处理日常事务。而且建立人脉关系非常重要，多多参与当地社群活动是很有帮助了。未来阿根廷的经济可能会有波动，政府政策也可能随时改变，所以要有心理准备去应对这些事情啊。做好功课很重要嘛。那么对于想在阿根廷发展事业的人有什么建议呢？在阿根廷，商业环境比较复杂，做事需要有弹性，随时应对各种变化。如果你想发展事业，现在就是投资阿根廷的时机啦。可以投资哪些方面呢？有没有大方向给大家参考一下呢？任何能从这些改革中受益的产业或企业都有投资潜力。例如房地产，阿根廷目前价格相较于西方国家依然相对便宜。他提及在 San Martín de los Andes 湖区附近购买土地是很好的投资机会。阿根廷的农业具有很大潜力，如果农产品能够直接以美元销售，将会有爆发性的成长哦。特别是米雷政府正在努力解决货币管制和外汇问题，如果成功，将吸引更多外国资金进入阿根廷。与电力供应相关的产业将会有巨大发展潜力，能源会向核电方面发展，石油也是可以投资的项目。听起来都是挺实用的建议啊，不过在投资之前还是要保持谨慎，不要盲目跟风哦。现在你只用了18分钟就了解了 Casey 几个小时访谈的主要内容哦 ，CP 值超高吧？我们会经常分享拉丁美洲移民资讯，按赞订阅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感谢你看到最后，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悄悄，拜拜。